你好，我们是参加全国神经病学学术大会的。好，你好，郑姐，谢谢。稍等一下，郭教授，房卡。谢谢啊。您入住的房间是406，是我们的 King size 海景大床房。好，谢谢。我的房间呢？您2位入住的都是406海景大床房。一间房吗？是的。麻烦帮我单开一间。实在抱歉，女士，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房了。跟我没有关系啊。哎，你好，我是负责会务接待的 Leo， 入住有什么问题吗？我是华人医院的顾云峥。我们俩现在需要再多开一间房。实在是抱歉，酒店今天客满了。顾教授，您的房间出什么问题了吗？这位是和我同行的苏维安女士，我在报名登记表上标注过性别，但是现在我们俩被安排在了一间房。啊，那我查一下啊。没错啊，这位苏女士之前没有在出席代表的名单上。作为您的随员，我们是按照您家眷的身份安排食宿的。难道她不是您的家属？也不算完全不是吧？那就是了。参加这次神内年会的人员很多，酒店的房间比较紧张，我们安排也比较困难，所以还请顾教授能多多理解一下啊。完全没有空房了吗？抱歉，真的没有了。你看，麻烦你再查一下呢。好。哎，喂，你好，请问你们酒店今天晚上还有空房吗？好的，谢谢啊。喂，你好，请问你们酒店还有空房吗？这么晚了，很难临时订到房的。谢谢你了。怎么说？今天晚上就先凑合一晚。我都行啊，看你了。谢谢啊。一张床。谁先抢到谁睡床。我别抢！喂，明明就是你少订了一间房啊！还说什么慢慢来？我看你就是故意的。小苏同学，你可不能诋毁我的人格啊！小苏同学，这才叫套路，懂吗？怎么那么硬啊？腹部肿块，该去照 CT 了。别闹了。顾医生也有害羞的时候吗？你再仔细摸一摸。
究竟是腹肌还是腹部肿块？洗澡去了。洗澡？我是说睡前洗个澡，你别误会了。苏同学，到底是你误会还是我误会啊？你自己思想不健康，可不能赖我哦。你思想才不健康呢，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哦，原来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不知道。那我告诉你啊。不是说了要慢慢来的吗？只是一个吻而已，已经够满了。哎，好，你先洗澡去吧，今晚早点休息。顾云峥，你个老狐狸！你叫我啊？没有。吵到你了？没有。你还要弄多久啊？很快了，我根据最新的反馈意见修改一下课题申请书。那我能帮你做什么？有专家指出，样本量太大，在可行性上会有难度。交叉试验呢？会增加计算的难度。那有几种实验条件啊2种。？2种，2种还好吧？0.3%乘以164除以4。不对，还要再除以2。那个是不是也得变啊？哪个？这个。对，要变。你自己做吧。你干嘛？我给你一个好的角度，反正你睡不着的时候也要偷看我。谁偷看你啊？我才没有呢。那你还要弄多久啊？快了，再修改一下项目背景就好了。那个，一会儿你还是别睡沙发了，我觉得沙发不太舒服，睡床吧。先说好啊，这条线为准，不能越线。
好，不越线。知道吗？其实我也会害怕，从医以来，从来没有这么害怕过。我怕我创造不了奇迹，我怕你会离开我。去哪儿啊？我是不是气到你？习惯了，又不是第一次跟你睡。都说了不要提那天晚上。你想到哪儿去了？我说的是友好医院药房，你压了我一整晚。北安，你有没有想过，只要我们在一起，就算你压我一整晚，挤我一整晚，我也是喜欢的。只要我们在一起，就算有一天真的会傻，会惨，我也愿意。其实我挤你，也许是浪漫，是欢喜，但日子久了，如果你长时间睡不好，站了一天手术台晕头转向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喜欢的还是普通又简单的生活。人的本能就是自私吧，趁还有理智的时候为别人多着想，自然是要为别人多着想。起床吧。亨廷顿舞蹈症药物实验要凑够300份样本量，那简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呀！但是，在实际推进当中，我们反而没有在样本量上发过愁。参与的患者非常积极，也非常踊跃，因为亨廷顿舞蹈症目前无药可救，而病人呢，只能不可扭转地一步一步走向失控，走向失智，最后死亡。任何一点点的改善，对于已定结局的悲惨人生来说，就是巨大的惊喜。而现在，临床实验已经进入了3期，新药很快就要上市，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最大的，也许是唯一的希望。下面我们来看一看这位患者从参加药物实验之前到实验之后的影像记录。
大家请看，舞蹈状四肢乱动的频率和幅度已经非常明显的下降了。维安，咱们不看了，咱们现在就走。走。感谢温教授的精彩分享，下面进行提问环节。维安，维安，那位女士，糟了。刚刚温教授着重介绍了新药物的疗效，那么请问，在试验的进程中，有没有发现任何不良事件？根据目前实验追踪的实时反馈来看，除了一些常见的消化道不良事件以外，还有一些眩晕、头晕等不适反应。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的重大的不良事件。那三粒动脉瘤的破裂产生的不良事件也不严重吗？这种情况吗？这的确挺严重的。我说小姑娘，说话要有依据。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应该是其中一位患者的家属吧？据我所知，你所提及的这位患者已经主动的要求退出了药物实验，所以根据规定，自动退出的发生一切情况都与药物实验无关。明明是产生了动脉瘤破裂的不良事件之后，才被安排退出药物试验的。你看，这就是自愿退出协议书。你也可以来确认一下，看看上面的签名是不是患者本人和直系亲属的亲笔签名。据我所知，你并非医学的从业人员，那你又是怎么进入到这个专业的年会呢？还提出这种不专业的质问。没事，先坐下。温教授你好，我是华人医院神经外科的副主任医师顾云峥。神经外科的医生来参加内科的年会，呵呵，很少见的。我这次来参加学术大会是因为有交叉课题，在神经退行性疾病治疗的领域上，神经内外科向来都是有紧密合作的。不过这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在参加药物试验期间突发动脉瘤破裂的患者，其中1例恰巧就是我收治的，另外2例2院收治。不幸的是，2院的一名患者在第2次突发动脉瘤破裂的当晚就不治身亡。我们有所有患者的详细病历，并且在第一时间同步到了温教授您的团队。但是不知道是由于什么原因，温教授您似乎至今都还不太清楚这其中的情况。温教授，您能给大家一个解释吗？我认为，一种疾病的发生是由很多种因素导致的，但是我充分的相信我的团队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对这3位患者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评估，后续我也会亲自跟进，然后做出最终结论。谢谢2位。那么好，今天我的讲座就分享完了，谢谢大家。感谢温教授，下面有请南洋医科大学唐国春教授进行分享，有请。
苏维安，你是不是没完没了了？你干什么呀？你就这么恨我，非要在这么高级别场合破坏我父亲的演讲？你知不知道这个项目不仅有我父亲10几年的心血，还有云城所有的资金投入？我就不懂了，你也是舞蹈症基因阳性，我父亲的药如果能顺利上市，对你没有好处吗？还是你为了针对我，宁愿损人不利己呀？温冉，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和你有关的。我从来不针对任何人，但是科研必须保持严谨和不断怀疑。科研跟你有关系吗？你一个辍学的肄业生，你对舞蹈症到底了解多少？你有什么资格质疑我父亲付出10多年的心血研究的成果？温医生，客观存在的不良事件，严重关乎着患者的生命质量。虽然目前全国只有3万个舞蹈症患者，但是再少再小的群体，都不该被忽视。可是你知道云城他为了这个，苏维安，我话还没说完呢。温教授，爸爸，哎，你们要干什么呀？非要让那些舞蹈症患者失去唯一的希望啊！我比任何人都更期待这个希望，前提是，这个真的是希望。哎，看来2位还有问题没有问完，对吗？问吧。是这样的，温教授，不管那些自愿退出的协议书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签署的，我们都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那3位患者是在参加药物实验期间突发的动脉瘤破裂，并且药物试验有明确的规定，不管是不是药物导致的不良事件，只要在药物试验期间出现的严重不良事件，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道。可你们要知道，新药能够缓解大部分患者30%到50%的症状，而且临床1期、临床2期也没有发现重大的不良事件，实验样本达到了规定的300例，动脉瘤破裂的概率甚至都没有超过1%，对吗？所以，你们提到的案例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所以您的意思是，一定要等到再有一位患者发生动脉瘤破裂，等到这个可笑的概率超过1%，才能说明问题，是吗？我不是这个意思，你怎么就不明白呢？你是什么学历？你有什么资格来质疑一个顶尖的科研团队通过15年的努力而得到的科研成果？质疑可以，你得提出科学依据，对吗？如果科学研究都那么容易的话，那么亨廷顿舞蹈症怎么会成为世纪医学难题？温教授，我当然不敢质疑您团队的科研能力，我质疑的是你们的科研精神和药物伦理原则。如果我找到科学依据，你要怎么办？如果你找到，我立刻停止实验，并且公开道歉。一言为定。爸爸，一言为定。斌呐，我得等你的解释。老师，我向你保证，我的所有行为都符合药物实验的伦理原则。他们都是自愿签署的协议书，整个过程都有律师在场，我没有丝毫的强迫和威胁。老师，过世病人的遗体当时就已经火化了，根本就没法证明他的死因是因为试验药物引起的不良事件。回去之后，我会亲自开展动脉瘤和药物关联性排除性研究。刘明达，通知下去，尽快安排让所有参加实验的患者进行全面检查。喂，杜总啊，
你之前说想让我去你的组里当研究助理，还算数吗？怎么了？温教授让我拿出动脉瘤跟 HD 哥39的直接关系，我只有回到实验室，才能证明给他们看。维安，你想好了，这不仅仅是应聘一个岗位，不只是随便在那儿待一阵子而已。因为实验室不是说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我知道，我也不单是因为温教授，我只是想到以前就算会为了被污染的培养皿而跳脚，就算会因为统计错数据而气得想砸电脑，但是只要看到自己辛苦写的文章，最后存成了 PDF， 而且标题中加上最终版的那一刻，那种成就感无法比拟。可是后来，维安，你的选择是正确的，你不用担心，你什么都没有研究出来就发病了，因为这就是最坏的结果，没有什么会比这个更糟糕了，所以你只要尝试过，就不会留遗憾。但是像亨廷顿舞蹈症这样这么难的课题，我每走一小步，耳边就会有个声音提醒我还有99999步没有走。你看到温教授那副不可一世的态度了吗？你难道想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这种人手中吗？你说的对，比起什么都做不出的绝望，我更害怕自己什么都没有做。我决定了，我要应聘研究助理，回到实验室，证明给他们看。维安，这条路我们一起走下去，不管能走多久，一直走就好了。